thre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生半熟，我是 Lily， 我是大伟。今天呢是我们的第13期节目。对，我万没有想到，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居然是 P 人大伟提的。对，就是我虽然是一个生活中的 P 人，但是我在自己比较重视的一些事情上面还是非常的 TJ 的。对，就是生活上面可能会比较 FP 一些。对，所以今天的话，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很 J 的一个话题，对，就是斯坦福商学院的人生设计课。对，其实我们关于自己的人生就像一个船在大海里航行一样。船有自己的仪表盘，如果没有仪表盘的话，任何一艘船都会在茫茫的大海里面去随波逐流，去沉没，去找不到归途。那人生也一样，很多人的一生呢都是随波逐流，或者是都是被社会推着走，或者是被自己的家庭被自己的这个父母推着走。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是通过自己的规划，去找到了自己更好的一个人生着力的方向吧。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围绕一本书展开的，它是斯坦福大学的人生设计课。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2个苹果公司的设计师、工程师，他们作为这个硅谷著名的一个创新者，然后也设计了非常多充满创意的一些产品，所以呢，他们想把这种设计产品的思维放到职业生涯的规划上面，所以呢，他们就创立了斯坦福大学的人生设计实验课。有了这个人生设计课的这样的一个雏形。我觉得你在跟我提到这本书之前，我可能只是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我大概知道我这艘船是往哪个方向开。我觉得特别是在我做毕业时候的职业选择的时候，当时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方向的抉择。我大概知道我这个船是在往哪里开，但是在大伟提到这本书之前，我还真的没有想过人生居然还可以设计。就很多东西其实你可以想得更细更有意思。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去跟大家展开去讨论这个话题。对，人生设计的方式有就按照这本书提供的思路啊，其实有4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但是它既然是一个仪表盘，它就不会是一个单一维度的。我们要从工作、娱乐、健康和爱多个角度去评估现在的自己，就是你自己以及你所处的社会关系。对，知道自己哪些地方擅长，哪些地方不擅长。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是找到自己方向的方法呢，是去追踪过去自己的行为方式就是从过去自己的这些哪些事情你很废寝忘食，对，哪些事情你非常讨厌，对，去大概找到你未来的这个路径应该是怎样的。是的。那第3个呢，就是我们要开始规划了。我们的规划呢，会有3种不同的版本。第一种版本就是你现在能做什么。第2种版本呢，就是现在的事情如果做不了，那能做什么。第3种版本就是很多人的终极提问，就是假设你财富自由、时间充裕，你想做什么。对。然后第4个呢，就是践行。就是践行的话，就是试着去感受自己理想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一个是原型对话，一个是原型体验。所谓原型对话呢，就是你找到你想成为的那个人，你去问问他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他是否满足了你所有的期待，是否有很多你没有感受到、没有提前预想到的一些东西。那原型体验就是那去试着去找一份你设想的工作，先去试一试。但这个呢，可能对不同的渴望会有不同的门槛吧。比如说你想去一个咖啡馆工作，那你可能很简单就去了。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大学老师，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去做原型体验的事情。对。那第3点呢，就是人生设计的头脑风暴，然后跟朋友去讨论，看看自己到底有哪些想法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然后也可以获得朋友的这些反馈。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人生设计课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帮助那些现在还很迷茫的人，或者现在你觉得自己不迷茫的人，去找到你的一个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丽丽，我反而并不是觉得它是一个因为迷茫所以才需要的一个东西。就像大海里的船，它永远需要一个仪表盘一样。每个人永远都需要有一个导航自己的一个 panel。所以其实即便处于一个特别好的状态，我觉得都有必要去重新去观察自己的这个仪表盘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听了你之前给我的介绍，就是你刚刚讲了4个步骤嘛，我觉得自己更多目前做到的是前2个步骤。就是第一，去全方位的了解自己，评估我现在各个方面到底咋样。对，第二，就像当时你就是我记得之前你的那个社群里面做的普鲁斯特问卷，就是每年都要对自己做一个评估，每年都要了解自己非常看重的东西是什么。对，我觉得这个是评估，我做到了。对，第2个的话是去找到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我现在也找到了。但是其实这本书里的第3和第4点，我觉得是我们还没有做过的。比如说第3点就是你提到的设计人生的多种的可能性，然后以及第4点原型设计。这2点都是我其实在看这本书之前完全没有想过的。所以我非常同意大伟的观点，就算你现在已经觉得你好像这艘船的方向已经很明确了，这本书里面的一些东西也许都可以对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对，那我们要么通过我们各自的这个评估，然后先聊一聊他们吧。对，可以。那我们来第一步。OK，那第一个就评估，首先评估的是工作。就是评估目前的生活是吧？就是工作是第一个评估的。对，那 Lily， 我想问一下，你对自己目前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满意度？我觉得我满意度还蛮高的。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会说很羡慕，对，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其实我的工作现在的忙碌程度一定不是最满意的状态。因为现在的工作的确非常非常忙。对，但是因为他的东西做的内容本身是我自己非常有热情的，所以虽然现在虽然可能整个工作的时间非常长，但是我觉得我整体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满意的状态，我觉得至少可以打个8分吧。对，如果我去评估我自己的工作状态，因为我是一个兴趣驱动型，我也是，对，就是那工作能不能给我发挥的空间，以及能不能给我自由度，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是可以给予我想要的在工作中的反馈和体验的。但是呢，因为每一份工作有自己的天花板，那我可能也希望自己未来的天花板可以更高吧。就是如果仅仅是从一个职业晋升的角度，那未来我的领导或者是我领导的领导，他们的工作状态是不是我喜欢的状态呢？我是打了一个问号的。所以对于工作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当下这个年龄阶段或当下这个状态下的我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对于长远来看，比如说10年之后，我一定不希望自己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对于我的人生设计，我是要从现在可能就要开始去考虑更长远的规划了。我觉得我想再补充一点，那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我喜欢的原因是我本身就非常享受做品牌的过程。其实我自己之前在思考我自己的人生价值的时候，物质或者说社会地位的要达到某一个程度，其实并不是我追求的终极目标。我其实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是真的我能做出一个我自己非常热爱的品牌。所以现在其实不管是在做这个播客，还是在做我本职的工作，我其实觉得我都在构建自己做品牌的一个框架体系。所以你刚刚说你10年之后是不是还是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也会触发我更多的思考吧。就是我10年之后，我可能并不希望我像现在一样，每天还忙到这个程度。但是做的事情，我依然希望10年之后我再孵化一些很有趣的，很性感的品牌。那李李，其实你对于10年之后的样子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憧憬了，但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还需要做更多的思考。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娱乐。娱乐其实
以前我们在做所谓的人生规划的时候，可能会忽略很多其他东西，只关注工作本身。但其实一个好的人生，它应该是多个支点的。对，所以娱乐也很重要。就像我们上一期聊的人生支点的这个点。对，那娱乐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说啊，就是运动是一个最近非常重要的一个娱乐方式。然后我也解锁了一些新的运动类型，比如说高尔夫。哇，对，就我发现高尔夫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因为一个简单的动作，它可以打出不同的结果。它可以用一个很小的身体去覆盖非常大的一个区域。精英人士标配啊？没有，不，这倒不是所谓的精英人士的标配，它其实是一种自我与自我的一种对抗，就是你如何去让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那是需要你有一个能够沉得下来的一个心，以及你长期的训练才能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怎么样把一个简单的东西做到极致，是这一项运动它磨练你的东西。对，也是它会反馈给你的东西。我觉得如果看我自己的娱乐的话，我自己对我日常的娱乐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我觉得我每个周末都还安排的蛮多姿多彩的。会去打卡解锁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对于一些更长线的娱乐，其实我非常的希望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去看遍世界。但是因为我当时在就是读书的时候，当时因为一些原因嘛，没有选择出国留学。所以其实错过了最黄金的。当我有非常多的同学研究生出国的时候，都真的是周游了欧洲。看遍了世界。我觉得对我来说人生是很短暂的。我真的非常希望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在我还没有背负太多家庭责任或者压力的时候，我能够真的去这个世界上更多的地方看一看。所以我觉得娱乐层面给自己打个6分吧。我觉得目前反正这几年我更多的都会去解锁更多更远的地方的一些旅行。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在这几年能够多去看一看世界。那可能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运动或者是出游，其实我有一种娱乐方式是我觉得我自己特有的，就是我去山上住2天啊。对，这个是我放松自己和给自己充电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是去山上工作吗？还是去纯休息啊？就是纯粹的 staycation。就是找一个民宿住个2天，什么都不用做，去感受自然。好，改天可以借鉴一下。对，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啊，这本书是讲钱能不能买来快乐，然后他就驳斥了这个金钱的重要性。然后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所有的人都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大自然。其实大自然是一个能让很多人都可以得到身心愉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对。关于娱乐这一点我还有补充。我发现大伟提的娱乐都是日常的。我觉得你去年也看了很多的世界了。我觉得对我来说看世界依然是很重要。我之前看了杨天真，他写的《去遇见》那本书，他讲了自己周游世界各国的一些经历。因为他在他的播客里面有提到，他每一年其实可能都会有一个，因为他可能自己支配时间比较自由，他每一年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他有的时候甚至1-2个月。就特定某一个比如说地方，然后去开始周游。然后我看到了那本书里面他记录在不同的国家体验不同的文化，我觉得我真的非常的向往。所以如果基于这个让我去看的话，我真的很希望比如说10年20年后，我可以有更多我的时间是可以受我自己自由支配的。我既可以做一些很有价值的事情，同时我可能也可以比较自由的可以支配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我可以去世界的不同的国度去体验不同的人生。明白。那其实对于莉莉来说，就是周游世界更多的是去感受世界，了解一些风土人情，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游玩，去看看热闹就结束了。对，我觉得去体验这个世界上不同人的生活方式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对。那第3点呢是这个健康。健康我相信莉莉是一个非常
关注的一个要素。对，因为健康也分为心理和生理健康嘛。我自己对我自己目前的心理健康，我觉得打个10分。算了，谦虚一点，9分吧。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理，他都会经历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是20到30岁，今年马上要满30岁了，是这个周期的一个小小的，就是像4×100米接力的其中一段的接力。所以我觉得在这10年里面，我自己通过我自己不断的探索，完成了一些蜕变，有了一些很多的自洽和感悟。所以我对我目前的状态打9分。但是在未来的10年，当我30岁以后的这10年，我相信这是很多人说人生中很难的10年。因为这10年会结婚生子，会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那这10年我可能又会在生活上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可能在我自己猜测啊，可能我生了小孩之后，可能的那几年，可能我的心理这个打分估计不会有这么高。我又会通过自己不断的去调节。那我其实我自己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最终极的一个目标，就是做到我们之前我们有一期聊曾国藩传的时候的那16字真言。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非常自洽的人，就是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记过不恋。我觉得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真的就可以到10分了。明白。其实丽丽，我刚才你在讲就是你自己的心理状态的时候，就是对于我来说呢，我会觉得基本上处在一个非常自洽的一个状态。但我发现有一个小细节，我也不会因为一些比如说游玩带来很开心的这种体验。就整个人是处在一个比较 peace 的状态里面。我觉得可能这就是30岁你比较成熟的一个状态吧。因为我觉得我在认识你的时候，可能我们那会儿都还年纪比较小，那会儿还是在同学的时候，就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因为一些工作呀生活上的事情，情绪会有一些大起大落。我记得我曾经还因为工作哭鼻子。对，那天我记得我们那群朋友还陪你加班，然后赶报告。对，我现在在回想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属于特定年龄的时候的一些情绪的大起大落吧。对，那我相信我们之后在步入30到40岁的这10年，当我们的人生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这里大胆开麦预言啊，那我们可能以后会遇到更多的挫折。那我也非常期待在5年或者10年之后再聊这个播客的时候，听到今天的这一期，可能又会觉得有很多不一样的感悟。对，有些东西是属于特定的年纪的。对，然后我觉得除了心理以外，身体健康呢，我对我自己的评估，我觉得我现在在一个很好的趋势上面。因为我其实从小不属于那种天生体质非常好的人。所以我额外的注重自己的健康。那我其实明显有感觉到，在过去的这几年，因为比较规律的生活和健身，我的体质是变得比以前好了很多。然后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啊，叫《超越100岁》它这本书其实更多讲的是你怎么样通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延长你的健康寿命。所以我这里立一个 flag， 我非常希望我未来能够继续坚持锻炼，继续用我不用超越100岁，我至少希望我活着的这些时间里面，我都是相对比较健康的。我也希望在听这期的听友朋友们，包括我的搭档，可以超越100岁，大家都能非常健康的继续生活。对，其实我跟丽丽也一样，我小时候可能也身比较弱吧，然后我可能比如说换季的时候之前还有咳嗽、变性、哮喘，可能这2年呢会比以前好很多。我觉得这可能是年纪变大了之后，就是身体的素质会稍微变得越来越好一点，但可能就是从规律作息，或者是从就是比如说我以前不喝酒的，但最近可能喝酒会比以前多一点，就是反而可能因为自己比以前更健康了，当然我也会运动啊，但生活方面一些生活习惯方面反而会更放纵一些。所以从身体健康来看呢，我觉得我现在给自己打一个7.5分，但是它需要给自己不断的预警，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珍惜现在身体还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第4点呢是爱。
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先听一下你自己对这个部分你自己的打分。我在爱的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可以打8.5分。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以前觉得，父母爱自己的孩子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我后面跟很多我的朋友对比之后，我才发现，我所收到的来自于我妈妈的爱，是要比很多很多人都要浓烈很多很多的。所以可能对于我人生的很多的这种支点吧，就是我自己可以觉得我有一个依靠的来源吧，我觉得是我妈妈对我的爱。我感受到了很多爱，当然呢，我也在不断的去付出我的爱。然后在与朋友的相处里面，与家人的相处里面，我也会尽可能的去承担，尽可能的去关心，尽可能的去顾及到他们的感受。那比如说之前有一次，其实我每次都不太想去提这个事情。当你不希望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连想都不太想想。那如果去提到这个事情呢，就是我对于我妈妈的爱的付出，就是有一年她生病了。我有印象，在22年的时候，然后当时呢，我每一个细节，虽然我有姐姐，我有爸爸，但是我都要跑到一线去帮他确认每一个医生的水平背景，然后甚至住院之后，我拒绝任何人去陪伴他，我一定要我亲自去陪伴，亲自去盯每一个细节。这是我付出的爱。对，所以对关于爱呢，我觉得我是给自己打8.5分。我觉得我有收到，不管是在成长过程中还是现在，来自于家人朋友的爱，然后我也有非常努力的，不管是爱我的家人朋友，甚至是在之前复旦去做这个流浪动物的救助协会，去爱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生命。所以我觉得爱还是在包围着我的。对，我也觉得就作为大伟的朋友来说，那大伟的确是一个非常 F 的人。他非常能够考虑到身边的朋友的感受，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跟你做朋友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因为他就是大伟永远都是这个在朋友的这个局里面会为所有人考虑，然后非常为大家去付出的一个人。那我呢，我觉得我给自己打6.5分吧。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是一个，可能也源于我的性格。我觉得我的性格是那种很阳光、很生活中比较阳光可爱的类型。所以我这种性格天然的就会导致从小到大比较好的人缘。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其实从我的亲情、友情、爱情，我是收获了非常非常多爱的。就我觉得我是在一个被爱的环境包裹长大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付出爱的这个层面，我自己反思作为一个 T 人，我觉得是有所欠缺的。那其实我也非常关心我的朋友和关心我的家人，但是我觉得我在一些点上，我在对别人的这个付出啊等等上面，有的时候还不够细心。有的时候可能共情能力还弱了那么一点。然后所以导致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是在跟我父母的一些关系的处理上，当然我跟我父母关系很好哈，我是觉得可以做得更好。让爸妈感受到真的成长到30岁的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了。那我能够为他们付出更多的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我先给自己打个6.5分。我觉得这个是我未来的1年甚至5到10年我自己需要去精进自己的一个地方。那丽丽，我觉得可能你是作为一个 TJ 人啊，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从我作为一个朋友的角度，我觉得爱这个维度，我可以给你打7.5分。对，谢谢大家的肯定，可以还有提升空间，但是也是做得很不错了。对，谢谢搭档的肯定。那么我们刚才呢，通过这个第一个部分，对于我们的工作、娱乐、健康和爱做了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因为对自己的了解呢，也知道未来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做更多的改进。那第二个大的方面呢，就是关于寻路，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对。那在讲寻路的时候，还是想引入另外一个人，就是彼得·德鲁克。
他是一个管理学的大师，他培养了很多很优秀的管理人才。然后他的管理理念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去追踪自己过去的行为特征和行为路径，不断的去记录自己每一个做决策时候的，不管是决策还是心路历程。我觉得这个点侧面再次印证写日记还是蛮有用的。是的。那对于寻找自己方向，第一点呢，就是记录让你全身心投入并且感到能力充沛的这个活动，采集一些快乐的信息。我们要沿着自己一直能给自己有正反馈的这些方向去寻找自己未来的出路。那你觉得你在这个回溯的过程中，你在从小成长到大的过程中，哪些事情是让你非常非常快乐的？我发现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使命感。我总是需要有一个大的东西在勾着我，我才能去全身心的投入里面。但是每当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勾着我的时候，我所有的精力我会以一个非常高效的方式去投入到我的工作里面，我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灵感和行动力，甚至我可能在坐地铁的时候，在某一些时刻啊，我都会搜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会在生活的每时每刻任何一个时间点，我都会蹦出一些新的灵感，然后呢去验证这些灵感，然后最终呢把这些零碎的东西组成一个非常好的可能全市场没有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所以那你在过去的人生中的这些使命感，我在想是不是比如说你考研的时候要上一个更好的学校，这个算是使命感吗？这个倒不是。当然我相信在考研的过程中可能也有一些让我能力比较充沛的，我看到某一些具体的理论，它对于经济的解释让我热血沸腾，甚至在学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我也会与我的一些朋友去做非常深入的基于人文的讨论，那可能都会在某些时刻给予我能量充沛的感觉。但考研本身呢，我觉得它是一个目标，它本身很难给我去带来所谓的能量，但是一些具体的让我觉得很不错的对于世界的洞察，对于人类的一些人文的思考，这可能会让我某些时刻会有很兴奋的状态，从而让我会有更深入的思考。你这个让我想到，就是你知道当时我们一起实习完那一段结束之后，我为什么秋招毅然决然选择了不做金融吗？就是因为金融没有给你带来能量。我真的很想分享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因为我们大家一群朋友在那边实习嘛，对，我当时我看到了你和 Bill 对于研究对于投资庞大的兴趣，就是我看到你们就算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其实你们都在说哪个行业比较好，哪个股票比较好，然后但是当你们在讨论那些东西的时候，虽然我是个学霸，但是我生活中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对，就每个人有自己的兴趣点。对，我也有些东西是别人很开心，但我就是完全没有兴趣，比如说打游戏就这个东西我很惭愧，作为一个男生竟然不会打游戏，并且任何人打游戏的时候都没法勾起我任何的兴趣，这个是我很惭愧的事情。对，其实我觉得我秋招的时候，我当时就是有一点用了你现在提的这个方法，虽然我当时不知道这个理论，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有一点 echo back 的感觉。对，就是因为我当时我真的是因为看到了身边环境的你们都这么的热爱投资，然后我当时在想，我难道这几年本硕读研我是不是选错了方向？就是我发现我好像能够很好的考试，但是所有涉及到实际工作的东西都不是我感兴趣的方向，包括当时我也在研究所实习了大概8-9个月，很长的时间，但是每到加班的时候我就会心情很烦躁。明白。但是我当时其实就在想，到底我从小到大什么事情让我热血沸腾？那我就想到了，就比如说之前跟你分享过，我从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拍电影，然后我会每年在小区搞春节联欢晚会。真的吗？就是每年到小区的那些，我是小区的孩子王，然后我小区真的写一些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剧本，然后自己拍，自己还要剪辑，然后以及每年春节晚会我还会就是在我家里举办，我会要求我会到每一个小朋友家里发请帖，
然后每一个人我都要求他们必须准备节目，真的是 ENTJ。然后以及也会在我家还会设置一些各种闯关挑战，然后每年都这样，然后以及就是我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虽然是选的金融，但是我自己也很喜欢拍各种东西，包括我也在本硕的时候也导演了学校的那些毕业 MV 啊，这些东西，所以我当时我也是进行了这样一个回溯。我就在想到底什么事情让我热血沸腾。其实我当时我也没有非常明确我一定要做 marketing。但是经过了这个就是观察你们和自己回溯的一个对比，我觉得我知道了我方向做金融肯定错了。然后当时所以你也记得我当时去了一份咨询的实习，对，然后慢慢的通过秋招，然后真的来到了目前的这份工作，我发现了自己真的会很就是会很为之付出热情的一个方向。对，我觉得就是用到了你这里提到的这个理论。对对，但是在用到这个理论的时候，我想强调的一点啊，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会误以为，因为我在工作的非常投入工作状态的那个状态可能是 INTJ 的状态，我生活中可能是一个 INFP 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以为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是因为我把状态调整了 INTJ 的这个状态，我就可以获得那样的一个状态和感受。但其实并不是。是当那个使命感来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会把所有的传感器和元器件和功能调动出来。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找到一个让我喜欢的东西，比我去约束自己、要求自己、规划自己、给自己写这个每天要完成的一些具体的东西会更重要。一旦那个使命感来的时候，我所有的能力都会被调动起来。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之前聊的行动力的那一期也非常类似。就我们第11期在聊行动力的时候，当时也提到说，行动力不等于计划，而是你要真正找到你内心真的想做的事情，就会像刚刚大伟说的一样，点燃你身体里的各种元部件，你就会像一个就是充气的这个火箭一样发射出去。对，记录自己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当然记录自己生活还有很多其他的帮助，就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每天要记录自己从哪儿到哪，花了多长时间，走路多长时间，等车多长时间，然后在车上待了多长时间，然后下车走路多长时间，然后就是记录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自然而然对于时间观念就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呢，我想说就是活动记录自己的生活是一个对自己非常有意义，它不仅仅局限于日记这个层面，去对于自己一天的回溯，它甚至是一个简单的流水账，都是对自己非常深入了解的一个视角和找到自己方向的一个途径。是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点对于很多父母也是很有启发的。因为在小朋友当他的这个成长历程他并没有这么有清晰的人生规划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父母你可以去看一下小朋友他到底喜欢什么，对，他为之付出热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去发现这个小朋友的天赋。然后可能慢慢的你稍微拎一拎，让他往他自己热爱真正喜欢的方向去发展。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也是另外一种自洽。对，是的。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关于记录自己和对于自己找到方向的一个帮助啊。那第3点呢，就是我们要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的可能性了。对，现在到第3步了，也就是我曾经没有做过的步骤。对，那它有3个版本，第一个是你现在能做什么，第二个就是如果现在事情做不了，你想做什么，第3个就是财富自由，时间充裕，你想做什么。那丽丽，我想问一下，你现在除了你已经在做的事情，你觉得你还能做哪些更多的事情？其实我之前也跟你讲过，我觉得我是一个生活会填得很满的人，所以我自己啊，反而是要给自己的生活的事情做减法。你大伟也知道，就是我一直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对，就我除了自己的工作以外，我还会想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去年也试过，前年吧，应该是前年了，也试过想做一些户外的社群。然后其实但慢慢尝试下来，我觉得现在除了工作以外，播客就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副业。
因为我觉得录制播客不仅可以带来我自己的成长，可以督促我去看书，然后当我发现我们讲的一些东西对一些听友，真的实质有一些启发的时候，我觉得我发自内心会非常的开心。对，那其实对于你来说啊，你可能现在要做的是减法。那对于我来说呢，其实我现在做的呢，就是把自己觉得有机会的一些方向，再做更多的一些案头研究吧。就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来自于当前的大的外部环境改变带来的我之前储备过的机会的一些我工作上的落地。但是呢，我觉得未来呢，可能也有一些其他潜在的机会。这些潜在的机会呢，可能说不清楚在什么时候时间，它就会在产业里面看到一个拐点。但是我可能需要提前做更多案头研究的准备，但这个准备呢，我现在还没有做。那可能这是从一个非常小的维度去看我现在能做什么。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做这些案头的研究。那除了工作之外呢？对，当然。丽丽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提示，就是关于工作、娱乐、健康和爱。那娱乐呢，其实我觉得我对我的娱乐是非常满意的，就是我觉得它已经非常充足了。那健康呢，我觉得我现在不够不够规律，但是我的生活永远都有各种各样的运动的方式。那可能忙完这段时间，我想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之前买的课上完，然后去把自己的高尔夫打得更好一点吧。然后爱这个维度呢，我觉得爱这个东西是一种对自己的修炼之后的自然的流露，然后呢它可能有很多也是自己情非得已的东西。甚至别人对你的爱到底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好的还是不好的，也不是自己完全能够改变的。所以我觉得爱这个事情呢，其实可能我不去盲目去追求它会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我会追求它底层的那些我可以着力的东西，就是我自己要做修炼。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有一些需要修炼的地方，就是如何去做到更多的对于别人的理解。如何去放下自己的一些执念。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执念，每个人都会有欲望，没有欲望的人他可能也很难在这个融入这个社会吧，也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还要更好的与这个欲望和执念打交道，然后呢修炼自己吧。我觉得你也提醒到我了，就是目前我还能做什么，我觉得的确也是基于我们第一个部分的那些框架。我觉得我第一呢，健康还是第一位的。希望我能够持续的坚持现在的这些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希望身体能够越来越好。然后第二呢，在自己的工作上面，我也希望除了日常的很多很繁琐的这些工作项目推进以外，能够真的去深入研究清楚整个品牌营销它背后的很多的理论框架，然后形成一套自己的框架体系。我觉得跟你现在金融做的一些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在金融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其实做品牌来说，对于我们的消费者，对于整个就是所有的消费者以及整个市场环境也是瞬息万变的。所以我觉得这里是很类似的。然后第三个娱乐和所谓的爱，我觉得是刚刚其实在第一部分已经有提及到的。我希望我自己在这几年能够在现有的生活的基础上能够去看更多的世界，然后这一点我现在已经在慢慢践行了。然后同时在日常跟自己最重要的家人朋友甚至另一半相处的时候，我觉得都希望能够更好的去付出爱，成为一个不仅被别人爱着，也更多细心的去爱身边的人的一个人。对。那第二个版本呢，就是如果现在事情做不了，你想做什么？比如说现在因为行情不好，你的公司的产品大幅销售下滑，甚至你的公司现在要退出这个市场，然后那你可能会去选择去做一个新的什么样的东西呢？要不你先说，我觉得这个我一下
我需要想一下。那如果我去分享我的计划的话，我觉得它不够清晰，但是它有很多的潜在的可能性。比如说我想再去读个书，我想再去学习新的领域，认识新的人。那比如说我可能想去换一个岗位的类型，因为我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乙方的角色，那可能是能不能调整成一个甲方的角色。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规划，我觉得可能未来都要我自己再去细化一下吧。我觉得啊，如果我现在做的事情做不了，其实我觉得 marketing 是一个全行业所有行业其实它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它其实不仅仅是品牌营销，其实所有的这些营销的东西都是为了帮助你这个公司生意的增长。然后它其实涉及的整个领域是非常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我现在很喜欢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的工作做不成了，那是不是可以找别的行业，别的其他的行业做类似的工作。因为我现在当然我觉得别的类似的行业可能也包括一些上下游的，包括什么咨询行业了，我觉得也包括。我觉得只要是跟品牌营销相关的，这个大的方向，我觉得都是我可以去尝试的一些细分行业。那假设啊，大胆开，市场有一天如果这个工作真的没了，如果整个市场营销的这个行业工作都没了，当然我觉得不太可能啊。我觉得我自己，因为我平时还很喜欢摄影啊、剪辑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去开个就是婚礼摄影工作室，去为每一对新人去提供这样子的所有的婚礼解决方案，我觉得是我可以做的。也是我之前也还蛮想做的。听起来很不错。那第三个版本就是如果你财富自由时间充裕，你想做什么？还是你先说吧。好，那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想法比较多的人，就是第一个呢，可能我会想去做个设计师。但是从零开始的话，可能需要我去做更多的积累。当然具体设计什么，我设计一个建筑，或者设计一个anyway 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大伟还是一个比较有艺术细胞的人。然后第二个路径呢，就是我想去重新去读理论物理。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 anyway 就任何的理论前沿的，我想去了解更多关于物理的前沿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一直我的脑子里印象里你是一个偏文科的。没有，我觉得有些人其实是文科和理科是都有的，就他既有人文情怀，他又因为基于人文情怀去关心很多科学的东西。比如说马斯克激发他所有的对于科学探索的前提是他之前读的尼古拉特斯拉传。对，所以有些人文的东西是激励你往科学探索的一个动力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因为从理论物理的角度它可能是偏理科的角度，但是回归到人类社会的话，还是要回归到工科的思维。就我可能会希望我可以去，比如说我有足够的金钱，那我可能会去成立一家公司去探索人工智能的前沿。然后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更关心的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安全。我觉得听下来就是当你所有的这个，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财富自由了，你是希望去探索生活中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我觉得它倒不是生活，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吧，就是它可能无关于我本身。比如说对于物理前沿的这种探索，我只是想知道这个物理的前沿到底是什么。对于人工智能本身的，比如说商业化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我基于对于这个行业未来的前景的看好，以及对于它潜在危险的一个担忧。然后至于我本身是否要体验某一种
作为某一种科学家的身份，或者是作为企业家的身份，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倒没有那么重要。对，我觉得受你启发，我刚刚也思考了一下，就是如果我真的非常财富自由，我愿意做什么？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喜欢探索的人。就是可能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我都想去学到或者了解到这个世界我不知道的那一面。所以我希望就是我真的可以，就算我可能到了40岁，我依然可以花1年的时间去国外读一个 MBA。就像因为我长期听杨天真的播客嘛，那他今年他就是在人生40的这个阶段，他就会去国外。对，去重新读另外一个方向的 MBA。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去的很多的播客里面，既在今天比如说聊了斯坦福商学院的人生设计课，也聊过之前的这些商学院出的深度关系。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有机会能够去上课的话，我觉得整个人生的视野会有非常不一样的变化。对的。所以我第一个是希望去有很多探索的机会，然后以及我在人生就算在不同的阶段，我也有非常多自由选择的机会。我不会因为必须要去挣钱，每天过朝9晚5的生活，当然这个是非常理想的状态啊。然后第二个点是，我希望我自己的时间可以更加自由的支配。那可能目前我们这种还处在牛马的阶段的时候，可能你的时间不是完全受自己控制的，因为你工作上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然后你可能所有的项目都要推进。但如果真的有一天财富自由的话我觉得我也很难实现啊。maybe 很快。不会。对，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自己的整个时间是可以充分的自由规划的。就比如说我可以有一些比较长的时间我可以去探索世界，另外有一些时间我可以用来做自己喜欢的品牌。明白。那大伟，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刚刚聊了3种不一样的版本。但是可能最后一个版本是大部分人的人生都无法实现的。对。那就是这个人生设计课聊3个版本的一个目的，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人生规划有什么帮助呢？那我觉得其实它也还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因为我们第一个阶段呢是评估自己，其实评估自己就是看自己是在哪一个版本的状态里面。对，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在第一个版本的状态里面，我们可能现在确实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我们很喜欢自己的工作，那我们就是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那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状态，不管是工作、娱乐还是健康还是爱，都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那我们就需要做改变嘛。那就是第二个版本，现在的事做不成，是的，你要做什么？那对于第3个版本，虽然是一些人，大部分人，包括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没办法实现的状态，但是它可以帮助你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最内心的那些渴望是什么。或许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可以达到那个状态，或许有一天财富就算没自由，对，但它永远你在第3个版本的梳理的时候，你会知道自己内心的呼唤是什么。它可能也会在你做第1个版本或第2版本的选择的时候，给你很多的参考。好，那所以截至到现在呢，我们已经聊了这本书的3个部分了。第一，对自己做评估；第二，从过去的自己的一些事情上去找到自己的方向；第三，去从3个版本的维度去规划人生的多种可能性。那接下来呢，就到最后一个步骤了。这个步骤也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践行过，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开始我可以去做的一个步骤。就是原型设计。原型设计有3个方面，一个原型的对话，找到那个原型，你可以去跟他聊一聊；第二个就是原型体验；第3个就是头脑风暴。那对于 Lily 来说，你肯定是因为你对于未来的规划呢还是比较清晰的嘛，那肯定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前辈，你可以经常与他们沟通。对，那你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跟他们一些你比较敬佩的前辈做过深度的沟通，以及你沟通完之后，你对于这份工作会不会每次聊完都会有新的体会，都会让你更加的
热血沸腾，还是说会让你有一些隐隐的担忧？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比我大个4-5岁的前辈，可能因为本身就是公司的同事，所以经常会有一些沟通。可能就像老板经常说的，他们可能是站在30楼的人，我目前可能是站在10楼的人。那有的时候跟他们聊一聊，的确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视野。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最大的一个启发是，也许我可以跟一些比我大10岁的人，就是可能不止大3-4岁，他的人生比我走得更快的人，甚至10几20岁的人，如果有机会做一个沟通的话，我去看一看他们目前的人生现状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或许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启发。对对，那其实原型对话这个事情，我们当时一起实习的那家公司的老板其实给了我很多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与大佬对话的这个机会。其实我对于我当前这些工作的很多的一些热情和渴望都是在那个时候被他激发的，也是那个时候他分享了很多他对于投资这个事情啊，或者他本身这个工作的一些感受吧。他说投资是一种修行，他那个时候也在不停的问自己和不停的问我们，那当有足够多的财富的时候，你是否还会继续去选择这一份工作？对，所以呢，我觉得原型对话呢，对于我来说，过去已经有过很多次机会，它也不断的在激励着我。当然呢，就是关于我刚才提到的第3个版本，比如说我想成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这种视角，我也找了我在东京大学做凝聚态物理的博士后的一个同学，然后问了他关于怎么去看这个做前沿的科研研究，做一些比较这个没有人探索过的一些领域，然后他也给了我很多他的视角，然后好的坏的可能都有。那可能聊完之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事情，它需要我有更多的积累，或者是需要我有更多的勇气才能去考虑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事情它的一个启发就是，当你在遇到问题或者人生的一些迷茫的时候，不要闭门造车。其实你可以向你的在这个领域比较有话语权的同辈，或者说一些更年长的人，已经经历过这些人生经历的人去多问一问，也许你会带来不一样的视角。我想到其实我在这周5的时候，我跟我的一个哥哥姐姐我们一起吃饭，就是我的哥哥姐姐可能都比我大了12岁左右。然后呢，就是他们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呢，那个哥哥他就跟我讲，他其实在30岁出头的时候，他在行业选择上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他现在到40岁这个档口在回望。他当时其实就是去咨询了，就是他身边的一些对这个行业比较懂的人，就是另外他的一个朋友给到了他非常非常重要的建议，所以他做出了这个很重要的人生转折，所以他现在整个事业上也风生水起，有很多的成就和收获。然后以及包括我自己在想到我自己在之前可能对结婚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伴侣，我曾经还是蛮迷茫的。然后其实当时在这样子很迷茫的状态下，我也跟一些比我大10几岁的哥哥姐姐呀，或者说甚至父母，这些过来人，可能都会去跟他们了解，他们就是真实的婚姻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觉得应该选一个什么样子的伴侣。所以我觉得这些不仅是工作，其实生活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不要自己闭门造车，可以通过一些原型对话的这样一些方式，从别人的口中获得一些自己人生的建议。对对，那第2个方面是原型体验。原型体验呢，是让你去切身的去感受一个可能性。当然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想开一家餐厅。我发现好多人的梦想在说自己到底想干什么，都会说我想开一家甜品店，对，或者开一家咖啡店。对，然后当时有那个想法之后，正好有一个朋友他之前是开过餐厅的，然后他就给了我很多的建议。他说餐厅这个事情是全世界最难做的事情，他说非常辛苦非常累，
然后呢就是每天你要备菜，然后呢你要去做很多人员的管理，人员的流动也会很大。然后呢所以呢其实我没有去做过原型体验，但是我也通过原型对话的方式去了解过。当然有些东西就是即便就是你没有体验，你还是有去体验的机会的。但是有一些东西你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多体验的机会，比如说成为一个科学家这样的一个身份，并不是你想体验就可以体验的。所以呢原型体验只是我们去体验一些比较简单的人生，这种人生比如说岗位啊，或者是一些工作的类型的一个方式吧。其实我觉得做播客这件事情就是一种原型体验。是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目标，就如之前所说，我其实并不想说我要去追求多大的物质财富，或者多高的社会地位。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是真的能够做一些对这个世界有创造力，就是留下一些有创造力、有影响力的事情。我记得之前那个幸福人生运营指南的作者，他当时在提到他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东西去发声，去影响这个世界更多人的一些事情，是他内心所热爱的。对，所以他后来他自己就开始写书，开始输出很多自己的人生感悟和观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人生非常理想的一个追求。那所以其实通过播客这个渠道，可以更多的拥有一个声音的这个渠道去发声，去表达自己的一些对这个世界的感受，然后去表达自己的一些人生观点。所以我觉得其实做播客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原型体验我并没有就是只是停留在话术上，我想这样，而是我们真的去在副业做了这件事情。那做完之后体验下来，我们觉得还是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对。然后我记得当时也是拖了很长时间才开始，但开始之后，虽然有时候我们也会拖延但是都不会拖延太久，还是一定程度上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下来了。对，而且我其实觉得每一次在聊完这个播客之后，其实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对内的探索。我也发现了很多事情，其实我对自己的认知也在加深。那第3点是关于人生设计的头脑风暴。那我们简单的去沟通一下，我相信今天剩下的时间呢也很难去做非常全面的头脑风暴了。那丽丽，你说你可能会以后想做一个自己的品牌，那这个品牌它最终要呈现的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是一个比如说设计的产品衣服还是说一个这个知识付费的一个产品，还是一个这个其他类型的一个产品？它的产品类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其实完全没有想好我觉得我就是想做一个自己赋予它灵魂的东西。所以说其实你可以看到之前可能我副业在搞那种社群包括现在在跟你一起搞这个播客啦，我觉得都是一个自己孵化的一个有灵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在实现我的人生目标了。所以我可能不会去想太长远的，我未来是不是一定要做一个销售过多少多少的品牌。我更加享受的是创造这件事情本身的乐趣。明白。那如果真的需要你现在就想一个具体的呈现形式，你最想要的呈现形式是什么样子？是一个什么物质的东西，还是一个知识付费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知识付费的东西吧。可能当然这个想法会有改变这只是目前非常短，就是目前一下子跳到脑子里面的想法。那你呢？你想问我哪一块？就是如果你头脑风暴的话。对，就具体的你要给我提一个具体的问题，就像刚才我问你，你想具体的呈现形式是什么样子？好，那我来想一下就是说你刚刚提了你的人生的很多的可能性，有什么设计师、物理学家，然后有一些 AI 相关的东西。那如果你只能选一个的话，那此时此刻的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对，就是人生设计它一定是不断的提出可能性，然后自己在不断的去做选择的一个过程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第一时间可能很难回答，但一定要回答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最后一个，
就还是回归现实世界去做一些跟 AI 相关的一些创业。当然这个相关性我觉得更多还是来自于 AI 安全。好呀。对，那我们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讲了整个斯坦福人生设计课它可能会用到的4个步骤。然后我觉得，但是每一个人其实你对你人生的构想都不是你花1个下午的时间你就能想清楚的。我觉得更多的启发，如果这里面有1到2个点可以启发你去慢慢的思考你的人生，你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样子，我觉得就足够了。对。那在最后呢，我们还是想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关于人生设计需要拥有的5种心态。那做一个简单的结尾吧。首先呢，就是要保持好奇心，那激发你的探索欲，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不断尝试，将目标付诸行动，不断的尝试。那第三个就是要重新定义问题，重新审视自己目前的状况，然后转换一种思维模式。然后第4个呢，就是要保持专注，要学会放手，专注于过程。然后第5个要深度合作，然后与他人合作，并且要适度的去求助，就像做原型的对话一样，去了解一些这个已经做得非常不错的前辈他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我觉得大家听到这期的听友，那其实如果大家自己在思考这件事情上有一些困惑呀等等，可以像比如说我跟我的搭档一样，今天下午就分别分享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关于人生的想法，那大家也可以找到自己身边的朋友们，然后大家一起去互相的去启发。那我觉得通过这些聊天，你不仅可以更深度的了解你自己，也可以了解你的朋友们。然后以及我觉得整个人生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很动态变化的很漫长的过程，你可能每1年甚至可能每半年，因为你的经历的一些变化，你的整个人生的方向你可能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思考。那我们也期待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人生的方向。